你好，我是罗宾，全景律所的律师，代替我的助理。有些事情，我们想找你谈一谈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。我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我们谈谈对你有好处。谈吧。为了确保你我的利益，我们这次谈话需要录音。你也可以录。我那有，随时录。那你一定录了公益之星那天晚上所有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吧？我只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。你把那个监控视频复制一份给我们，用不了5分钟。这涉及到个人隐私。你涉嫌诬陷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呢？因为我认识12岁的你，那时候你还不叫这个名字。这些我想你应该都还记得吧？非常公平的讲，冯毅当时已经替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和解条件。对，你们当初就是这么说服我妈妈的，所以她签了这个协议，拿了钱。没过多久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拿了钱，我们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同情，包括伤害我们的那家人，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，也没有过半点的歉意。你们管这个叫最好的和解条件是吗？但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怪律师。那怪谁？我们原本是受害者，就因为我们同意和解，我们拿了钱，大家就可以造谣，说我们是故意讹钱。我爸爸当时已经病重了，我妈原本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但是后来我爸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跟我妈大吵一架。他问我妈妈，明明是你的女儿被别人给打了，你这个当妈的为什么会同意人家花钱了事呢？我爸连气带病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人活一张脸，我爸觉得他没脸可活。你真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在律师的头上？为什么不能啊？他们是律师，你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，你签了字，为什么不能呢？后来我们尽量弥补了。你们的补偿就是建议我换一个名字，建议我们搬家，我们把房子卖了，但我还是被人认出来了。对，你改成了叫黄觉，当时是封印，让我陪你妈妈到派出所一起协助的。但后来你去留学，你需要一笔很大的保证金。那是我母亲找人借的。不，是封印让我打给他的。这是汇款凭证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你母亲。我现在1周去看我妈一次，她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。对不起。那我现在想请问，你知道了这一切，你可以还封印的清白吗？
以后见我需要预约。我刚从黄觉那儿回来。当时他的这个案子很轰动啊。这个案子是封印带你做的，你那个时候是他的跟班儿。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把封印骗到黄觉家里去？是封印自己要去的，我只是陪他前往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封印，黄觉是谁呢？封印是办他案子的律师，他都没有认出来他是谁，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呢？对我而言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而已。然后我们一起去健身，共享一个健身教练。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糊涂的，但我知道她对当年的和解协议一直耿耿于怀，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律师的当。顾姐就跟我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如果封印能跟我母亲道个歉，也许她就能解开心结，唤醒记忆。所以那天，她就把封印带。我可以理解为，你们收买了那姑娘，或者威胁了她。不可能，我和罗平老师是一起去的，我们全程都录了音，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收买还有威胁。那我也可以解释为，你们在录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收买和威胁。我们没有，空口无凭。你说没有，我说有。事实上，那天晚上，封印和黄觉到底在那个屋子里发生了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大家来重新投一次票，2个选项。选项 A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版本，封印那天在那个姑娘家喝断片了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睡过去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选项 B， 你们收买了姑娘，按照你们所需要的版本重新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，然后栽赃嫁祸给我。如果重新投一次票，你们猜大家会选 A 还是 B？ 我想提醒你，黄觉家的客厅有监控，卧室和洗手间没有，所以你还是无法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你行车记录仪里的储存卡，你和黄觉在车里的所有对话都被记录在里面，包括当时封印昏睡过去之后，黄觉给你打电话，你当时就在车里。你跟黄觉说不用担心，也不用送他去医院，因为封印喝的断片酒是你给他喝的。你还让黄觉好好想一想，到底要让封印付出什么代价，才能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，以及他和他母亲所承受的全部不幸。如果再投一次票，我倒是可以在投票现场播放一下，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谁？你真卑鄙，是你换了车。人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尤其是当遭遇的对手比较没底线的时候，不得不做这么1-2件看起来不太高尚的事情。这是你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教给你。没错，所以谢谢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项：一，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回家休息；二，你也可以仍然待在这个律所，但是你的这间办公室要换一下。你还真是睚眦必报。我还没说完，不管哪个选项，你都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，这件事情是你弄错了，没面子。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体面的版本，比如说，你就说你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投诉电话，然后你就当真了，可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愚人节笑话。现在，你应该去封印的办公室，郑重地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
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突然百孔千疮。只能够战胜残酷，只能去圈住迷途，太阳走的每一步，不犹豫，不彷徨。这一个形状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。其实你可以不走，搬到楼下储物间，你也可以不搬，写个检查。不用不着。那你要怎么样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是围棋高手，你靠对方的错误赢棋。不，你不了解围棋。我了解你，你会逼着对手犯错误。是你给我挖了个坑。是你逼我给你挖坑。是我跟你共同创建的全景律所。你不善交际，不爱应酬，你不敢自己开律所。是我说服你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际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接了很多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。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接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，打其他律师不肯打的官司。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案源。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刚刚成立的律所。是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打官司是个低频事件。即便你服务的再好，即便是打赢了，也很少有回头客。谁愿意3天2头打官司呢？所以，是我去应酬，我去交际，是我去争取企业客户，争取做他们的长期法律顾问。最早的那批客户都是我争取来的。所以啊，在律所的墙上，我说的是过去的墙上，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排，第一排只有你和我。后来你开始排挤我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在律所有威望，有地位，人人都会巴结你。我呢？罗宾把我的客户抢走了，你说什么了没有？罗宾没有抢你的案子，是你的客户不满意你。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。我以前，你以前仰仗我，依靠我，信任我，需要我。现在呢？你有其他人可以仰仗，可以依靠，你也没有再那么需要我了。我很后悔，我把我最美好的青春，我最好的时光全部贡献给了全景。现在全景人丁兴旺，兵强马壮，我也没有什么再可以给他的了。你什么时候想回来？随时。我想带走愿意跟我走的，只要他们愿意跟你走，我绝不拦着。谢谢。那我就把辉耀、东方江和几个客户都带走。不行，你刚刚说还可以的。我以为你说的是带走律师。我当然说的是客户。当然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们是我的客户，是我辛辛苦苦维系多年的。所有的客户都是全景的。他们之所以成为全景的客户，是因为我在全景。你太高估了自己了。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，我依然欢迎。韦老师，有件事情我一直不大明白啊。16G 的行车记录仪最多也就记录100个小时，就算是64G 的，也就最多是400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您说顾杰老师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和黄觉所有的对话，是不可能的。那您当时？我赌他不知道。那
那他万一知道呢？不存在这个万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顾杰。你的意思是他蠢？不，我是说他没那么坏。什么意思？不够坏的人做了坏事儿会心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坏事儿，所以只要你跟他说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在车里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他的脑子马上就会去扫描自己在车里说过的每一句错话，根本没有内存来反映正常的行车记录仪到底能记录多长时间的内容。对啊，是啊是啊。你那个外甥女告舅舅的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找过王立川好几次，他都不搭理我。不搭理你不是你见不到对方的理由。喝水吗？你怎么叫我妈？我不是你妈。那你是谁的妈妈呀？黄觉。我就是黄觉啊。你是黄觉？想起来了吗？妈，您还记得他们吗？记得。他们是律师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大姐啊，我们今天来是向您道歉的，我们当年考虑的的确不周全。对您有误解。我那个时候也是年轻气盛，急于求成，所以后来啊，就一直积极热心公益事业，尽量不做一个无情的法律人。尽管有的时候义不容情。顾杰他是受了我的影响，我老在他面前说您的坏话，尤其我到医院来看我妈，我特别难受，所以我情绪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想报复，但其实我就是想发泄一下。哎，我懂。其实我和顾杰也是多年的交情。哦，对了，当初您借我们那个钱，我们到时候怎么还给你？那钱不用还了。不行，那个钱一定得还的，这样不可以。这样吧，如果你非要还，那你就找个公益基金，捐给需要的人好了。好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别装傻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借给他妈妈那笔钱？没怎么回事啊。说。您还记得他妈当时老到咱们律师所去找您，您让我接待的吗？我记得。然后呢？他就跟我说，虽然房子卖了，搬了家了，名字也改了，但是还是老被别人挖出来，不得安宁。所以他就想带着女儿出国留学，但是还差点钱。你就借给他了？事实上，我是跟他说，咱们帮他筹集了一笔捐助款。